王鶴棣李沁攜手鹹魚飛升，仙俠界擺爛王逆襲救世。重生逆襲的鹹魚大佬宋錢基，本想躺平種田，卻被迫捲入三界紛爭。王鶴棣李沁反差演繹慵懶強者與覺醒仙子，從菜園土豆到上古秘境的奇遇，一場笑淚交織的逆天改命之旅即將開啟。2026暑期，看鹹魚如何直劍破局。近日，芒果 TV 正式官宣古裝仙俠大劇《鹹魚飛升》，由王鶴棣、李沁領銜主演，全劇共40集。這是一部將慵懶大佬與覺醒仙子的反差碰撞，融入笑點與熱血的仙途傳奇，被不少網友提前列入2026年必追清單。先來看女主角李沁這邊的熱度，她主演的《一笑隨歌》正在熱播。在劇中飾演錦繡國第一神射手傅一笑，憑借飒爽的形象和細膩的演技，迅速抓住觀眾眼球。目前該劇在愛奇藝的熱度值已經突破9100加，口碑與話題度雙高。緊接着，他便以鹹魚飛升的新角色回歸大眾視野，從神射手到仙子，戲路再次拓寬，令人期待。鹹魚飛升預計將於2026年暑期檔在湖南衛視與芒果 TV 同步播出。執導該劇的是曾打造《花千骨》《千古絕塵》《醉玲瓏》等多部爆款仙俠劇的知名導演饒俊。饒俊擅長構建宏大的世界觀，同時注重人物情感的細膩刻畫，因此這部新作從官宣起就被業內和觀眾看好，被認為是品質有保障的項目。該劇的演員陣容也十分亮眼，王鶴棣、李沁、榮梓杉、汪鐸、張雅欽、夏夢、童夢石、吳希澤等一眾實力與人氣兼具的演員加盟，共同譜寫一段充滿奇幻色彩的仙俠故事。故事梗概：重生後，我只想當一條安靜的鹹魚。鹹魚飛升改編自作家仲關暗度的同名小說，講述了男主宋錢基重生後，從救世工具人到主動掌控命運的逆轉人生。上一世，宋錢基是不折不扣的天選打工人，他一路苦修，從無名小修一步步成長為化神境強者，為了人族的生存拼盡全力，最終為人族爭取到一線生機。然而，在他付出一切之後，等來的卻是親友的背叛與暗算。他在絕境中含恨隕落，直到死亡的那一刻，他才發現一個殘酷的真相：自己不過是命運棋盤上的一枚棋子，被用來成就所謂的救世主。重生回到少年時代，宋錢基徹底想通了，上一世拼得頭破血流，結果卻是為他人做嫁衣。這一世他決定不再被命運牽着走。他的新目標非常簡單，遠離仙門紛爭，找個地方安安靜靜的種田，曬曬太陽，睡睡懶覺，當一條與世無爭的鹹魚。他拒絕了所有仙門的招攬，隱姓埋名來到一處偏僻之地，開始了自己的田園生活。每天扛着鋤頭下地，種土豆、澆菜、除草，日子過得悠然自得。他以為自己終於擺脫了前世的陰影，卻沒想到命運再次和他開了個大玩笑。他隨手開墾的菜園，竟然是一處上古秘境的入口。他隨意種下的土豆，在靈氣滋養下變成了罕見的仙植，引得各方勢力爭奪。上一世他拼了命都搶不到的機緣，這一世卻一個個主動找上門來。原本只想躺平的宋錢基，被迫再次被捲入修仙界的漩渦之中。隨着前世的故人一個個出現，曾經的仇人與夥伴再次踏入他的生活，他看似平靜的田園日常開始暗流湧動。更讓他無法逃避的是，一場席捲三界的大劫正在悄然降臨，百姓流離失所，生靈塗炭，昔日的悲劇似乎又要重演。親眼目睹這一切後，宋錢基再也無法假裝冷漠。他終於明白，有些責任不是想躲就能躲掉的。他重新執起塵封已久的長劍，
走出菜園，踏上全新的征程。這一次，他不再是被命運操控的棋子，而是主動選擇承擔責任的執棋者。他集結夥伴，對抗幕後黑手，在一次次生死危機中不斷成長，最終不僅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飛升，更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人生價值。角色設定：從擺爛大佬到覺醒仙子。鹹魚飛升的人物設定頗具新意，打破了傳統仙俠劇的固有模式，讓角色更加立體鮮活。宋錢基王鶴棣是。宋錢基是一個極具反差感的角色。上一世，他是高冷寡言、一心向道的化神強者，為了人族不惜犧牲一切。重生後，他表面上變成了躺平青年，整天圍着菜園打轉，口頭禪大概就是算了吧，懶得管。王鶴棣此次需要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間來回切換，一邊是扛着鋤頭，穿着粗布衣裳的農民小哥，說話接地氣，行為懶散，時不時還會吐槽命運；另一邊則是執劍而立，氣場全開的修仙大佬，眼神凌厲，出手果斷。這種慵懶與霸氣的強烈對比，對演員的演技是不小的考驗。從目前曝光的物料來看，王鶴棣將宋錢基的兩種狀態演繹得十分自然。種田時的鬆弛感和戰鬥時的決絕感形成鮮明對比，既好笑又好磕，讓人對正片充滿期待。妙煙仙子李沁是。李沁飾演的妙煙仙子，同樣是一個極具成長弧光的角色。上一世，她是眾人眼中的完美仙子，外表清冷高貴，修為出眾，卻始終被當作傀儡美人，被各方勢力利用和操控。她的命運與宋錢基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，卻從未真正為自己活過。重生之後，妙煙逐漸覺醒自我意識，開始反思自己的過去。她不再甘心做任人擺布的棋子，而是努力打破束縛，尋找屬於自己的道路。她與宋錢基的關係也從最初的互相戒備，逐漸變成彼此信任的夥伴。李沁此前在中國機長中憑借出色表現獲得金鶴獎最佳女配角。她擅長演繹內心複雜、層次豐富的角色。妙煙仙子既有仙氣飄飄的一面，也有脆弱與倔強的一面，相信李沁能將這個角色詮釋得十分到位。魏真玉汪鐸是。汪鐸飾演的魏真玉是劇中的另一大關鍵人物。前世，他是被命運選中的救世主，與宋錢基站在對立面，兩人之間充滿了誤會與衝突。這一世，他卻與宋錢基從對手變成了並肩作戰的摯友。魏真玉表面上看起來一本正經，實際上卻有一個非常反差萌的設定，他廚藝高超，擅長做菜。在緊張刺激的劇情間隙，他偶爾會露一手，給大家做一桌好菜，成為團隊裡的氣氛擔當和後勤保障。汪鐸將在劇中展現這種高冷外表加溫柔內心的反差魅力，相信會收穫不少觀眾的喜愛。除了3位主演榮梓杉、張雅歆、夏夢、童夢石、吳希澤等演員也將在劇中飾演重要角色。榮梓杉此前在多部影視作品中表現亮眼，此次有望在仙俠題材中帶來新的突破。張雅歆、夏夢、童夢石、吳希澤等則分別飾演性格各異的仙門弟子、妖族少主、世家公子等角色，為劇情增添更多層次和看點。風格亮點：輕鬆日常與高燃劇情的完美融合。鹹魚飛升在敘事風格上，將輕鬆幽默的日常與高燃熱血的主線劇情巧妙結合，既保留了仙俠劇的經典元素，又加入了許多新鮮設定。在前期劇情中，觀眾可以看到大量鹹魚式的搞笑橋段。宋錢基在菜園裡跟土豆較勁，被突如其來的秘境嚇得手忙腳亂，各路修仙大佬為了搶他的土豆大打出手，而他只想安靜地收菜。妙煙仙子初次下凡，
對人間的一切充滿好奇，鬧出不少笑話。這些情節讓劇集在開局階段就十分下飯，容易吸引觀眾追更。隨着劇情推進，故事逐漸進入高燃階段，秘境探險、仙門大戰、妖族入侵、上古秘辛一一展開。宋錢基與夥伴們在一次次生死危機中不斷成長，曾經的仇人、前世的遺憾、命運的真相，都將在主線劇情中一一揭曉。劇集在保留爽感的同時，也加入了對命運選擇責任等主題的探討，讓故事更有深度。此外，該劇的服化道和特效也備受期待。從目前公布的概念海報和路透照來看，整體造型風格清新大氣，既有仙俠的飄逸感，又不失細節質感。秘境場景、法寶特效、打鬥場面都在積極打磨中，力求為觀眾呈現一場視覺盛宴。綜合評價，2026年最值得期待的仙俠劇之一。從導演團隊到演員陣容，從劇情設定到制作班底，鹹魚飛升都具備了成為爆款的潛力。饒俊導演在仙俠題材上的經驗，為王鶴棣、李沁等主演提供了很好的發揮空間。重生、逆襲、救世、夥伴成長等元素，也符合當下觀眾的追劇口味。對於喜歡輕鬆搞笑，又想看高燃劇情的觀眾來說，鹹魚飛升無疑是一部值得熬夜追的作品。相信在2026年暑期檔，它會在眾多劇集中脫穎而出，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。你是否已經開始期待這部擺爛大佬逆襲救世的仙俠劇了呢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，一起為鹹魚飛升打 call。